丹药之中还有着灵气涌动，仿佛有一条条细小的银蛇在其中游走。这是天地灵气被丹药所吸纳的奇观。众人目不转睛，生怕错过任何细节。他们能感受到这枚丹药中蕴含的力量，那是如此精纯，如此强大，以至于仅仅是靠近，便让他们感应到了天地间的灵气波动。而这枚丹药的温度却是与众不同，它并不灼热，反而透出一丝温润，仿佛是夏日里的冰泉，冬日里的暖阳，给人以舒适和安宁，甚至连神魂力量都有着提升的趋势。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股温度，他似乎在告诉众人，这枚丹药非比寻常，它将是改变命运的关键。萧炎在此刻睁开了眼，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淡淡的笑意和无尽的自信。他知道，他成功了，他创造出了属于自己在炼药界的奇迹。周围的寂静被打破，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所有人为这一奇迹的诞生而欢呼，为萧炎的成就而骄傲。掌声如潮水般在观众台上爆开，那声音震耳欲聋，仿佛能将人的思绪都震散。吴雪此刻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他的眼神中闪烁着无法掩饰的狂热和自豪，心中的澎湃如同潮水一般汹涌。他的心灵深处一直将萧炎视为无可匹敌的存在，他的未来男人。整个场景充满了动感和情感的交织，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萧炎的敬意和激动。这是一个属于萧炎的辉煌时刻，也是属于所有来参加此届炼神丹大会的难忘记忆。萧炎的炼药天赋更是无疑的惊人，在整个炼药界都能够达到属于他的新高度。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场中还有一位天赋卓绝的炼药师正在开启属于他的独秀，那就是外塔的那位怀坤阳。怀坤阳站在炼丹炉前，神色凝重，双目如炬，注视着炉中翻滚的火焰。他的手掌轻轻一挥，一股无形的力量便将炉盖紧紧压住，不让一丝药气外泄，全神贯注地操控着火焰，精准的仿佛每一次火苗的跳跃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炼丹炉内的灵草药材在火焰的煅烧下逐渐融化，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香气。随着怀坤阳气息瞬间发生变化下，场中竟是突然刮起一阵奇异的风，奇妙的能量开始悄然而来，五行元素开始凝聚，金、木、水、火、土5种力量在空中跳跃融合，形成了一幅生动的五行图。怀坤阳身体中的力量与五行元素相互呼应，他的手掌随着五行元素的流转而变幻莫测，仿佛在演绎一场神秘的五行之术。他深吸一口气，全身力量汇聚在掌心，一式五行丹术凌空推出。只见炼丹炉内火焰猛地暴涨，炉盖震动不已，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从炉内爆发出来。丹炉内的药材在五行力量的作用下快速融合，转瞬间，一颗颗晶莹剔透、蕴含着强大能量的丹药在炉底凝聚成型，一股蕴含着五行精华的热浪从丹炉中爆发而出，推向一个高潮。炼丹炉中的火焰不再是简单的火焰，而是融合成了五色光滑的奇妙之火，熠熠生辉，宛如五彩斑斓的丝线在炉边跳动，各自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元素能量。可以看出，在进入关键的一刻，怀坤阳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知道这一刻至关重要。五行丹术的成功与否，将决定他的丹药能否超越高阶神之4品的丹药。毕竟五行丹术不亚于天地灵气术，两者皆是丹神塔中的顶级炼药之术。谁学的其中任何一道炼药之术，都是能够成为在炼药界一流级别的存在。在怀坤阳全神贯注下，那5种元素的力量不断的汇聚而来，在自己周围旋转再融合，最终全部投入那炽热的火焰之中。在这一刻，整个赛场中都充满了5种元素交织的奇妙气息，仿佛可以触摸到天地间的奥妙。怀坤阳的双眼紧闭，感受着手中丹炉内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元素的跳跃。他知道，这就是他追求的五行丹术，将五行元素的精华凝聚于一颗小小的丹药之中。怀坤阳脸上逐渐的露出一丝笑容，他知道这一炉丹药的品阶和精纯度都远超自己以前所有的极限。此刻，他仿佛能听到自己在炼神丹大会上激烈竞争的号角声，甚至信心满满，相信自己现在多炼制的丹药足以与之匹敌同阶的炼药师。他伸出手指轻轻一点，那五行元素瞬间化作一道光芒，没入丹炉之中。丹药在这一刻似乎被注入了最后的灵魂。突然，怀坤阳身前的炼丹炉中一声低沉的爆炸响彻，紧接着五彩之光如破晓的曙光猛地从炼丹炉内冲出，照亮了整个广场上空。这光芒之中蕴含着五行元素，它们在空气中交织旋转，形成了一幅幅绚丽的图案。土系的黄，木系的绿，水系的蓝，金系的白，火系的红，色彩斑斓，无比的奇妙。它们随着光芒的跃动，仿佛有了生命，缓缓地融入在场的每个人的体内。随着五行元素的入体，周围的那些人竟是感受到了体内的神元之气在颤动，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的神元之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体内原本静止的神元之气开始缓缓地流动，一股莫名的力量在体内悄然击打在每一个部位之上。一时间，空气都变得厚重起来，每个人都能感到体内力量的轻微波动，脸上不禁露出惊讶之色。这就是五行丹术吗？简直太厉害，太奇妙了！现场的很多炼药师和观众都是纷纷感叹惊异这枚丹药的诞生，但他们并没有感到意外，毕竟此人本身就是丹神塔外塔的第一天才炼药师，自然拥有着不同寻常的炼药术。怀坤阳炼丹师的嘴角微微上扬，他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颗丹药的诞生，更是让自己的炼药术在别人眼里的冲击震撼。他轻轻将手一移，这成型的丹药便如归巢的蝴蝶，稳稳落在了他手中的玉瓶之中，再小心翼翼地盖上瓶塞，然后深吸了一口气，脸上满是期待，对接下来验丹药的最终答案。随着怀坤阳的炼丹成功后，比赛的时间也所剩不多了。在这最后的时间里，许多炼药师也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的神情专注而紧张，有的紧握双拳，似乎在与手中的丹炉较劲；有的闭目凝神，仿佛在与自己的火焰沟通。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草药和矿石的混合香气，那是炼药师们尝试调配出最佳配方的味道。不时传来轻微的爆炸声，是炼丹炉承受不住高压而炸裂的声音，伴随着炼药师们的叹息和挫败感。但失败并没有击垮他们，很快那些炼药师又开始了新的尝试，他们的目光中透露出坚定与不屈。随着时间的流逝，炼丹师们一个个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有的满脸喜悦，举起手中晶莹剔透的丹药向众人展示；有的则愁眉苦脸，不甘心地将手中的失败品丢弃。这些场景在紧张而激烈的氛围中交替出现，让人感受到了炼药师这一职业的艰辛与不易。想要具有极具的号召力，那么就必须炼制能够让所有人折服的丹药。当比赛大会的钟声响起，这是标志着炼神丹大会的结束，也是完美的落幕。现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是对所有炼药师努力的认可，也是对那些炼药师成功炼制出神丹的祝贺。那些成功的丹药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仿佛在诉说着炼药师们的故事和荣耀。成功炼制丹药的炼药师们纷纷走向他们的等待区，等待着他们的最终成果。因为想要彻底的进入内塔，成为10大神长老的亲传弟子，以及成为9品药神的亲传弟子，都需要由评委台上的那10位神长老以及内塔之主的亲自验证这些炼制出来的丹药。只有前20名所炼制最精纯的高阶丹药，才有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然而那些4品药神更是对自己都充满着信心，因为他们都要争夺第1名，只有第1名才能够得到最高的荣誉和极致的炼丹术以及丹道，或许日后也会成为一名登顶9品药神之巅的存在。在炼神丹大会的现场，一枚枚精心炼制的丹药被慎重地提交到了评委台上，丹药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仿佛能将人的神智都熏得有些飘渺。评委台上，一排排玉瓶整齐排列，内里装载着的是参赛者们精心炼制的丹药，也混合着参赛者们紧张与期待的气息。10大神长老和内塔之主的眼神里满是慎重与期待，仿佛他们能透过晶莹剔透的瓶身，看到那些丹药所散发出来的强大力量，以及能够让神元之气和神魂力量都感到异样的波动。然而在这紧张气氛的对比下，萧炎和邪修却显得异常平静。萧炎的目光似乎穿透了那层层叠叠的烟雾，定格在远处的某个点上。他的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波动，但那紧握的拳头还是泄露了他的内心，并不如外表那般风平浪静。邪修则站在角落里，一袭黑衣，他的一双眼瞳中泛着幽光，如同深渊，深不见底，让人无法窥探他真实的想法。尽管四周的议论声、赞赏声此起彼伏，他却仿佛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静若止水，给人一种非常格格不入的感觉。旋即，四周的观众台上变得鸦雀无声，他们都屏住了呼吸，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座高台上。4品药神们的脸上激动与期待交织，看向自己高台上自己所炼制的丹药，那是载着他们荣耀与梦想的羽翼。空气中的紧张气氛几乎让人窒息。评委台上的10大神长老和内塔之主等10位7品药神以及1位8品药神一一审视着这些凝结了炼药师心血的丹药，他们的表情认真而严肃，每一次点头或摇头都足以决定一个炼药师的命运。在这几乎能听见针落的寂静中，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格外沉重，时间仿佛凝固，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悬念。直到最后，10大神长老和内塔之主都达成了最后的共识，齐齐起身，准备宣布这激动人心的结果。现场的气氛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那最终的宣判。内塔之主的手中拿着一张名单，那是最终的裁决。他的声音在大厅中回荡，每个字都重重地落在3每个人的心上。现在我宣布，本次炼神丹药大会的前20名获胜者分别是：在这偌大的炼神丹药大会上，气氛紧张而庄严。第20名，3品药神赵一，炼制出一枚低阶9分精纯度神之4品烈火丹。第19名，准4品药神乌妃子，炼制出一枚中阶神之4品异神丹。第18名，准4品药神韩敖，制出一枚中阶1分精纯度神之4品护脉丹。第17名，准4品药神方四乙，制出一枚中阶2分精纯度神之4品修髓丹。这些人的名字如同一道道闪电划过人群，激起了层层涟漪，而且要他们所炼制的丹药都是能够让万界中的一些超神势力之主都为之动容的丹药。在听到他们的名字后，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紧张和激动之色，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此时此刻已经见证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努力。现场的人也都为成功进入前20名的炼药师拍手鼓掌，他们也都是发自内心的祝福这些决赛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高台上的内塔之主还在宣告着其他成功脱颖而出的获胜者名字。然而当宣布第11名时，竟然是一位4品药神。
这一届的四品药神只有10位，而现在的第11名竟然拿是一位四品药神，这简直震惊了全场。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10位四品药神中的一位已经被排列在第11名？整个现场此刻仿佛被投入了一颗重磅炸弹，人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原本井然有序的观众席上，现在却是人头攒动，仿佛每个人都想争先一步解开这不可思议的结果。所有的目光，无论是羡慕还是嫉妒还是期待，最终都集中在了萧炎和邪修的2道身影身上。这2位神秘的角色似乎成了此次炼神丹大会的意外焦点，所以他们2人之中肯定有人跻身进入了前10名。